女主樱庭润子是一名见习讲师，她工作的英语培训班学生各个年龄层的都有，他们都是非富即贵的人。润子的颜值高，性格开朗，她在机构里很受学生们喜欢，包括她的青梅竹马阿聪。精英白领阿聪是女老师暗地里的目标，她对润子特别亲近，出差国外还会给润子带礼物，但润子一直没把阿聪当成恋爱对象。润子从小憧憬纽约生活，一心想往上爬，想成为机构的正式员工，获得去纽约总部工作的机会。润子的2个学生，富二代连斯和他女朋友尤西，也是机构里的风云人物。这2位高中生邀请润子下班后一起玩，润子果断拒绝了。下班后，润子离开了高级写字楼，回到自家老旧的居民区。润子家庭条件不好，4口人只能挤在一个小房子里。为了能去纽约，他把每笔不必要的开支都省下来。润子把阿聪送的礼物与家人分享，平时对他冷淡的家人突然变得异常热情，还难得大方地要请他吃螃蟹大餐。润子高兴的没多想，当即同意了。第2天，润子兴奋地走进家人说的高级日料店，脸上笑得合不拢嘴。哪知推开包厢的门，里面只有一个坐得端正的男人。润子以为走错了房间，赶紧关上门。这时，男人凭劲儿淡定地开口了：“你没走错地方吧？”润子小心翼翼地探头一看，猛然发现这个男人有些面熟，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涌上心头。几天前，润子跟家人参加了一场葬礼，漫长的法事让他的双腿跪得发麻，一动就钻心的疼。等到润子上前祭拜时，他控制不住双腿的抽搐，一不小心把案桌上的骨灰洒在了正在祷告的和尚高岭的头上。记忆中的高岭回头一看，正是眼前的男人。回忆瞬间结束，润子扑通一下跪在高岭面前。结果他接下来的话让他脑袋一片空白。他冷冷的霸气宣布：“恭喜你，我决定你要当我妻子了。”润子过了好久才意识到自己被家里安排来相亲了。他向高岭解释还没有结婚打算，高岭却自顾自说着让润子学茶道礼仪的事。2人完全谈不拢。眼看高级料理上桌，润子最喜欢的螃蟹也摆上来，这一下他彻底被诱惑了，干脆脱下外套开始剥螃蟹。高岭看到他不动蟹腿，坐他旁边帮忙，看着润子因美味螃蟹流泪的样子，高岭心里泛起了大波涛，脑子里全是润子开心的样子，甚至夜晚祷告也无法专心，走路老撞柱子。润子却只觉得高岭是个趾高气扬的怪人，让父母拒绝了这次相亲。第2天上班，同事告诉润子2个好消息：一是公司要给从纽约来的新经理办欢迎会；2是有人特意点名要上润子的课，被点名意味着润子的工资会涨。润子高兴地打开教室门，结果发现他的新学生竟然是高岭。润子害怕高岭在连斯和尤西面前提相亲的事，课堂上要求学生们不能说日语，没想到高岭直接用流利的英语向润子求婚，还滔滔不绝地说着2人结婚的各种安排。润子对他无可奈何，只好假装这个古怪的男人不存在。到了晚上的欢迎会，润子惊喜地发现新来的经理是他的老师亲公。看到曾经崇拜的人，润子高兴得2眼发光。高岭在一旁看着，皱起了眉头。派对进行到一半，高岭又开始缠着润子聊天。得知高岭毕业于东京大学，润子郁闷地觉得自己没法教他什么，便让他赶快离开这个机构。整晚润子和哪个男人聊天都无精打采，高岭总像个幽灵似的天天跟着他，用强大气场逼走对润子有好感的男生。润子十分头疼，最后只能提前离开。阿聪看到润子被陌生男人纠缠，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麻烦。润子则急于赶最后一班电车，告诉阿聪高岭是自己相亲对象后，就匆匆离开了。阿聪看着润子的背影，长长叹了一口气。几天后，高岭的奶奶云雀得知他擅自和润子相亲，非常生气，因为云雀早就为高岭安排了一位门当户对的小姐香枝。云雀严肃地威胁：“你要娶的不是心爱的人，而是适合这个寺庙的女人。如果你不听我的安排，我就把住持之位传给你弟弟天鹰。”从小接受精英教育的高岭无法违逆奶奶，只能同意取消和润子的婚约。高岭一本正经地写了份道歉信给润子，可在看到润子无忧无虑享受午餐时，他犹豫了。他明艳的笑容如阳光照进他古板的内心。下午的英语课上，高岭纠结着是否要把道歉信交给他，直到课程结束，道歉信还在他手中。
课后，高岭在寺庙的瀑布下洗心净身，但润子的容颜挥之不去。旁边的云雀见孙子心神不宁，决定亲自出手斩断情丝。周末早上，润子一个人在家睡懒觉，被急促的门铃声吵醒。他朦朦胧胧从猫眼一看，瞥见了面色冷峻的云雀和一群乌压压的和尚。云雀报了名后，润子心惊胆战地把他们请进门。云雀正襟危坐，对润子深深一拜。他悲伤地说：“还有好姑娘等着我们高岭，求你放过她吧。”当云雀再次抬头时，他已经换上了虚假的笑容，带着一群和尚匆匆离开。润子苦恼极了，心里愤愤不平地想：明明是该放过我啊！第二天，润子在上班路上遇见了清宫，两人聊得很开心。得知润子没出过国，清宫鼓励他参加机构转正考试，去纽约总部工作。为了给润子更多机会，清宫邀请他去纽约总部的午餐会。离开前还宠溺地拍了拍润子的头。润子此刻满脸羞红，看起来像个小姑娘。这一幕被躲在一旁的高岭看到了，他找到润子，愤怒地质问他为何与男人独处。润子正想和他理论云雀来闹事的事，两个人都在说自己的话，完全没在听对方。润子最后无力地恳求：“求你上课外别找我。”高岭从未如此受嫌，冲击很大。回到寺庙，决定接受云雀安排的相亲。润子生日那天，他约了清宫午餐，晚上和阿聪一起庆生。原本是开心的一天，没想到一早学生就投诉了他。虽然是对方无理取闹，润子还是特地去对方别墅道歉。三个大妈像学生一样对老师润子指指点点，几乎要把他贬得一无是处。润子忍气吞声地道完歉，因为摔跤错过了回程的大巴。此时阿聪也因事取消了晚上的庆生聚餐。更糟糕的是，刚才还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雨。这场雨压垮了润子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他忍不住落泪。就在润子想着谁能帮帮我的时候，一辆高级轿车像回应他心声般停在他身边。高岭撑着伞缓缓走来，深情地说了句生日快乐，因为想亲自告诉你，所以我来见你了。高岭不知他这句生日快乐竟是润子今天收到的第一个祝福。润子想牵高岭的手站起来，但脚下一滑扑进了他怀里。高岭顺势抱紧了润子，接着高岭打开车门，将一大束红玫瑰递给润子。润子突然感觉有点小鹿乱撞。回去的路上，疲惫的润子一直在睡。醒来时发现高岭带他去了他的寺庙。高岭拉着润子的手，把他强行锁进了小房间。看着一头雾水的润子，高岭坚定地说：“我绝不让你走。”无论润子怎么呼喊，高岭就是不肯放他出去。高岭沉声说：“自从见到你，我的心就乱了。我对其他相亲对象都不感兴趣，我绝不会放弃你。”小房间里设施齐全，高岭还贴心地为润子准备了睡衣和卸妆品。润子知道怎么喊也没用，只好暂住下来。润子洗了个热水澡，还敷上面膜。突然听见外面传来打喷嚏的声音，才发现高岭一直在门外跪坐着没走。想到高岭因为自己才淋雨感冒，润子有些心软，正想劝他回去休息。这时云雀怒气冲冲地过来，润子赶紧躲到窗下，不让他发现。云雀质问高岭为什么从和相知的相亲会上溜走。见高岭不愿回答，云雀劝他结婚后爱怎么玩女人都行，还嘲笑润子是野丫头。高岭希望云雀能看到润子好的一面，猛然推开房门。两人正巧看到润子敷着面膜在屋子里乱蹦。云雀被吓得尖叫，惊动了寺庙所有和尚。高岭见状不妙，赶紧带着润子离开寺庙。润子狼狈跑回家时，发现高岭已经先他一步端坐在客厅。他正和润子的妈妈和妹妹聊得开心。帅气又有礼貌的高岭很快得到家人的认可，让他留下来吃晚饭。润子家的餐桌特别热闹，一家四口聊得不亦乐乎。在规矩多多的寺庙里长大的高岭很震惊。这时云雀也追到了润子家，他阴阳怪调地夸润子知书达理。润子家人完全听不出他的话外音，仍然得意洋洋。然后云雀假笑着邀请润子去寺庙做新娘训练。听到云雀这么说，高岭和润子的家人都非常高兴，立马替润子答应了。马上一群和尚涌入润子家，直接把他的行李搬走了。失联一晚的润子终于在第二天联系上了清宫。清宫递给润子一份只有总经理推荐才能参加的考试申请书，只要通过这考试，润子就能实现调到纽约工作的梦想。润子高兴到不行了，可是
看到高岭在下班路上等他，心情顿时跌到谷底。他一听说他要考转正，就强势地说不准他去纽约。润子哪里愿意放弃这个好不容易得到的机会？最后没办法，高岭先让步，他对润子做了个约定，如果润子在1周的新娘修行后还是不愿意嫁给他，他就不会再纠缠他。润子再三确认高岭不会食言，才无奈答应了。新娘修行的第1天，润子早上5点就得起床学习各种家务和礼仪，但煮饭、缝纫、打扫全都搞砸了。看到云雀铁青的脸色，润子既羞愧又沮丧。高岭感谢云雀愿意接纳润子，云雀则冷冷地表示，只有当润子学会所有家务和礼仪后，他才会把润子当作新娘候补。晚饭时，寺里的人全都静默无声，遵守食不言寝不语的戒律，只有润子一个人大口嚼着腌萝卜，咔嚓咔嚓的声音在寂静中尤为明显。见到这么压抑的环境，润子也能稍微理解高岭渴望热闹的心情了。吃过晚饭，润子努力复习到深夜。高岭给他送宵夜时，发现他趴在桌上睡着了。高岭轻轻把润子抱到床上，温柔地为他掖好被子。看着他毫无防备的睡脸，高岭忍不住想吻他。就在2片嘴唇快要接触时，寺庙的老和尚突然进来打断了。高岭为自己的邪念感到羞愧，清晨去瀑布下静心。第2天，润子起床看见高岭留的字条，上面写着：昨天辛苦你了，能和你一起生活，我很幸福。润子因为纸条的鼓励，决心振作。慢慢的，他的积极性格也感染了寺庙里的许多人，大家在不经意间和他变得亲近。就这样，润子开始了在寺庙和工作之间不断切换的生活，忙碌却充实。第4天早上修行结束后，高岭送他去上班，他忍不住内心的谴责，向润子坦白自己试图偷亲他，搞得润子哭笑不得。高岭一直把润子送到公司，反复叮嘱润子下班后要马上回寺庙。这一幕被润子的女同事小茶看到，她正对阿聪有好感。小茶为了挑拨润子和阿聪的关系，立即打电话告状。云雀觉得不能让润子再影响寺里的氛围，于是把香枝接到庙里修行。香枝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大小姐的气质，无论做什么家务都非常完美，甚至连英语都很精通，润子都自愧不如。那天下课后，高岭想给润子一些生活建议，但润子说要备考而拒绝了他。高岭有些困惑，表示自己是为润子好。润子则不耐烦地说，你这不合心意就不放手的样子，真像你奶奶。高岭离开后，润子继续在公司备考。突然，阿聪出现，把他拉进旁边的教室，质问他为什么住在和尚家，是不是已经忘了去纽约的梦想。就在那时，润子接到了妹妹打来的求救电话。原来这天下午，润子的妹妹宁宁在街上遇见了润子的富2代学生尤西和莲斯。尤西立刻认出宁宁是润子的妹妹，热情地邀请她一起去参加派对。宁宁到派对后怯生生的样子立马吸引了小混混，结果她被骗去了 KTV。 润子接到宁宁的求救电话，急忙赶去救人。可是小混混见到润子不仅不怕，反而起了歪心。紧要关头，高岭突然出现，一把推开了2个混混。为了保护润子，高岭被流氓打了一顿，幸好尤西和莲斯及时赶到帮忙，化解了危机。回到寺庙后，润子看着奋不顾身保护自己的高岭，心里感到暖暖的。于是他对高岭一直以来的照顾表达了感谢。新娘培训的最后1天，云雀严肃地对润子说道，你不适合当这寺庙的新娘，请回吧。其实润子本来也没打算留在寺庙，但要离开时心里还是有些不舍。离开寺庙后，润子就去参加了决定他人生的转正考试。在考官面前，润子表现得非常大方，表现得很出色。尽管润子尽了全力，但他最终没能通过考试。润子沮丧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。这时高岭出现在他眼前，高岭深情地对强颜欢笑的润子说，在我面前不用隐藏，想哭就哭吧。说完，高岭亲自为润子穿上了一双漂亮的高跟鞋，这是他为努力了1周的润子准备的奖励。润子眼里泛着泪花，哭着问，你为什么总能在我最狼狈的时候出现？为什么你对我那么好？高岭认真地说，因为我喜欢你啊。微风轻拂着树叶，阳光正好。一个念头涌上润子的心头，也许我有点喜欢这个人了。晚上，润子回到寺庙整理东西，高岭看到那本被翻烂的参考书，感慨润子真的很努力。
润子无奈地说，自己都这么拼了，还是没过。没想到下一秒，高岭的一句话让他心凉彻底。只见高岭面无表情地说，你其实是第1名，是我请董事阻止你合格的，因为我真的离不开你。他失魂落魄地问道，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吗？高岭沉默不语，只是紧紧抱住润子。润子狠狠推开这个残酷的男人，绝望地喊道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喜欢你，绝不会原谅你。润子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寺庙。这些天和高岭的相处在他脑中回放，润子觉得之前喜欢高岭的自己真是太傻了。润子借吃消愁，和同事们在聚餐时大吃大喝。同事们发现润子有点不对劲，但细心的没有戳穿，只是陪他喝酒。清宫告诉润子，公司今年万圣节派对由他负责，这次派对纽约总部的人也会参加，是润子向总部展示自己的好机会。润子听后高兴地和同事们一起痛饮。另一边阿聪还在为润子住进高岭家而生气，郁闷到酒吧借酒浇愁。爱慕阿聪的心机女小茶看到他买醉，趁机和醉醺醺的阿聪上了床。润子喝得烂醉，被女同事百惠接回家。次日，宿醉的润子醒来后头痛欲裂，在屋里乱转时不小心撞到百惠的书柜，多本 BL 漫画从书柜上掉落。公司里温柔端庄的百惠其实是腐女，她一直隐藏着自己的腐文化爱好。百惠本以为她的小众爱好会被润子鄙视，结果润子意外地对 BL 产生了兴趣，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两人的关系因为漫画突然亲近了许多。百惠关心地问润子最近是否遇到什么麻烦，润子就把他和高岭的事情告诉了百惠。听到润子这么委屈，百惠非常生气。看见高岭捧着一大束花在公司门口等润子，百惠冲过去想帮润子讨个说法，但润子已经不想和他有任何瓜葛，拉着百惠转身就走。润子一整天都把高岭视若无物，只在上英语课时，高岭才有机会和润子说上一句话。高岭对润子说他带的花代表赎罪，但润子不接受他的道歉，下课后径直离开了教室。润子来到公司大厅，正巧看到阿聪和小茶在拉扯。小茶见润子来了，紧紧抱住阿聪的胳膊示威。润子根本不在意阿聪和谁交往，还笑着祝福他们。阿聪急忙追着润子解释，留下小茶在原地生气。润子回到家，家人八卦地问他和高岭的进展。润子斩钉截铁地说，他绝对不会和高岭结婚。尽管他这么说，但独自在房间时，脑海里总是浮现高岭的脸。润子本想把高岭送的高跟鞋丢掉，犹豫再三，还是留下了。此时高岭因思念润子茶饭不香，他默默坐在饭桌前，好像想借此机会默默抗议云雀。深夜，高岭呆呆地跪在润子住过的房门前，回忆着他们的点滴。高岭的未婚妻香枝看着他对润子的深情，感到无奈，只能叹气。隔天，他又带着礼物去润子公司，却扑了个空。润子的同事亚瑟因为同情高岭老是碰壁，就约他到公司楼下餐厅，教他向女生道歉的方法。亚瑟得意地说，安慰一个女人，只要亲她、抱她、夸她可爱就行了。正巧润子和清宫路过那里，润子以为高岭在骚扰同事，气得责备了他一顿。高岭带着亲手做的便当向润子道歉，但润子一句话也不听，怒气冲冲地走了。回到公司后，清宫看到润子有些心神不宁，就约他一起吃午饭。两人吃着饭团，清宫突然从口袋里变出个小蛋糕，逗得润子笑得合不拢嘴。看到润子终于笑了，清宫也跟着松了口气。对他而言，润子的笑容最珍贵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润子忙于筹备万圣节派对，高岭则每天都坚持带礼物守在润子公司楼下。沿途的小商贩被高岭的真诚打动，纷纷给他出主意，但润子连看都不看高岭一眼。这天晚上，润子在公司做派对的最后准备，他注意到墙上装饰物里有许多可爱的小螃蟹，正想问是谁做的装饰，清宫突然抓住他带进教室，让他和等在那里的高岭好好聊聊。接连不断的骚扰让润子无法忍受，他低着头，声音带着哭腔，我求求你，永远别出现在我面前。看到自己深爱的人被逼得如此痛苦，高岭轻声说道，我明白了。高岭失魂落魄地离开公司。一旁的清宫终于忍不住对润子说出了真相，其实利用权势让润子落榜的不是高岭，而是云雀。云雀因为讨厌润子，他动用关系网和英语机构高层说坏话，影响润子的考试成绩。
为了不让润子和奶奶起冲突，高岭把奶奶做的事都揽到自己头上。不仅如此，向来看不起人的高岭还多次低声下气地求高层让润子重考。另外，公司墙上贴的螃蟹装饰都是高岭亲手折的，只是因为润子喜欢螃蟹。润子知道自己错怪了高岭，但不知道怎么向他道歉，决定忙完万圣节派对再去处理高岭的事。派对当天，润子正忙着招呼老师和学生们，突然高岭寺庙的小和尚闯进公司，大喊着向润子求助。原来高岭觉得自己不配留在润子身边，决定斩断情缘，归隐山林，永远离开润子和家人。不管香枝和其他和尚怎么劝，高岭都不改变主意。云雀脾气倔，宁愿孙子归隐也不愿接受润子。就在高岭拿着行李准备离开寺庙时，急匆匆赶来的润子把高岭留下。他突然大叫：我不许你擅自走！这语气简直和霸道总裁高岭一模一样。高岭被他的话触动，深情地对润子说：你的一举一动都好可爱。话音未落，高岭紧紧抱住润子，再次向他求婚。只见高岭缓缓俯身准备亲吻润子，却被他一掌推开。润子拒绝了高岭，却带他去了万圣节派对。两人分别戴着螃蟹和驯鹿的头套，引发哄堂大笑。高岭与润子的距离稍稍靠近了一些，竟然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。润子告诉他不要太过分，傲娇地说：我们可以先做朋友。两人有说有笑，感情迅速升温。亚瑟在旁问清宫会不会嫉妒，清宫尴尬地笑着说自己和润子没那种关系，但他看润子的眼神透着深情。这时润子的学生游戏凑过来，看起来有话要说，却被突然闯进来的阿聪打断。生气的阿聪一把拉走了润子，直接捧着他的脸亲了下去。派对结束后，高岭送润子回家，他对润子被强吻的事一直耿耿于怀，疯狂吐槽阿聪没羞没臊。润子认为阿聪只是喝醉了，还替他辩解。他烦躁地说：我们只是朋友，你别管那么多。润爸润妈听见后，甜蜜地说他们当年也是从朋友变恋人，继而有了润子，只花了1晚。润子被父母的坦白吓傻了，高岭像顿悟了什么似的，他回寺庙向云雀和一众和尚提议，要在寺庙开办民宿，打响名声。云雀一开始不同意，因为寺庙下周还要举办前总理的法事。高岭再三保证自己会两边都安排好，云雀才勉强同意。获得批准后，高岭邀请润子来民宿过夜，但被拒绝了。迫于无奈，高岭只能动用英语机构的力量，逼迫润子去体验民宿。无奈之下，润子只能拉百惠一起去寺庙体验民宿生活。妇女百惠看到寺庙里处处男男互动，激动得差点流口水。高岭以为云雀不在，可以好好招待润子，意外的是云雀提前回来了，他只好鬼鬼祟祟地带着润子和百惠从玄关躲到客房去。高岭带着润子回到他以前住的房间，还说要学润爸润妈一起过夜，制造结婚的机会。正巧这时百惠慌慌张张地从另一间房冲进来，后面跟着同居在英语机构的花花公子亚瑟。原来亚瑟一直对伪装成冰山美人的百惠很感兴趣，也报名参加了这次的民宿体验活动。活动正式开始，三人在高岭的监督下学习书法。亚瑟感谢高岭安排他和百惠住一个房间，润子和百惠马上震惊地瞪着高岭，强调他们想住一起。几个人争论了一会儿，最后4个人决定一起睡在润子的房间。高岭正准备安排下一个体验项目时，正好撞见了云雀。他说想和今晚留宿的客人打个招呼。高岭怕他看到润子会生气，只带了亚瑟和百惠去见云雀。亚瑟用甜言蜜语哄得云雀心花怒放，完全忘了催高岭准备前总理的法事。小茶这边一直缠着阿聪，问他为什么硬吻润子。阿聪根本不喜欢小茶，只想快点甩掉他。小茶在机构里一直是个万人迷，却总被阿聪无视。更糟的是他狼狈的样子，还被润子的学生连丝撞见，被连丝取笑自找麻烦。晚上阿聪约小茶吃晚饭，想解释两人那晚的事，结果小茶先开口甩了他，还笑着说那晚什么都没发生，只是共用了一个被子而已。阿聪听到后松了一口气，看着心爱的人把自己当包袱，自尊受伤的小茶找个理由离开餐桌，到餐厅外泪流满面。不巧的是，他脆弱的一面又被在外厮混的连丝撞见。富二代连丝搂着小茶的肩膀，问他要不要一起享乐。小茶推开连丝，冷冷地说：我对小孩子可没兴趣。连丝没有缠着他，
只是笑笑挥了挥手，走开了。高岭一边准备寺庙的法事，一边还得尽心尽力地照顾润子他们，几天都没合眼。虽然很疲惫，但他想好好享受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光，竟然边打瞌睡边打牌。为了不让人看出他累了，他还嘴硬说自己在冥想。他们几个人一直玩到深夜，才不舍得挤到润子的房间里休息。表面上闭眼休息，心里却都在各自盘算。亚瑟假装睡着，搂住了百惠，让百惠身体僵硬，不敢动一下。润子也紧张得彻夜难眠。他一转身看到高岭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吓得尖叫起来。仔细一看，才发现这是高岭特别的睡觉方式。看来他一定很擅长在课堂上打瞌睡。润子一夜翻来覆去，一大早就醒了，发现高岭已经起床并整理好被褥。润子出门散步，刚好看到高岭拿着花束给父母祭拜。润子这才理解高岭性格有些怪异孤僻，原来是因为从小缺少父母的关爱。他忍不住问高岭为什么会选他。高岭认真回答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只知道我想一直在你身边。话音刚落，高岭就朝润子靠近。这时目睹这一切的云雀对他们不合规矩的举动气得怒不可遏。润子尴尬羞愧地跑出寺庙，高岭被云雀训了一顿，让他专心准备前总理的祭祀。润子刚离开寺庙，就接到妹妹宁宁的电话。宁宁说她和尤西最近都联系不上，让润子去探望尤西。润子不知道宁宁其实被连思和尤西利用，目的是把他骗到尤西的住处。润子到了尤西住的高级酒店，尤西高兴地迎接他，转身时却敛出了笑容。让润子惊讶的是，尤西突然现出一头男孩气的短发，然后他脱下了衬衫和短裙，露出男孩的打扮，站在润子面前。这时尤西低声，其实我是男生，我喜欢你，很喜欢，不愿意你属于别人。高岭从百惠那得知润子去见尤西后，马上放下手头的事，冲去救润子。实际上高岭一眼就看出尤西是男生。高岭急匆匆地敲开酒店房门，看到润子安然无恙地站在门口，而尤西则哭着缩在角落。看来青涩的尤西最终还是没对润子下手。高岭语重心长地对尤西说，我理解你看到喜欢的人被强吻的不甘心，但男人只有经历这些痛苦才能成长。尤西无视了高岭的劝告，他抽泣着问润子是不是不喜欢他了，直到润子温柔摸了摸他的头说不会，他才笑了。结果高岭连高中生的醋都吃，还不断缠着润子抱怨，趁机使出壁咚大招调戏他。第二天润子才发现昨晚还精神百倍的高岭突然病倒了，想到高岭是因为忙于照顾自己才生病，润子决定去看望高岭。这时阿聪拦住了润子，想解释上次强吻的事。润子笑着搪塞了他，没有给阿聪告白的机会。清宫正好碰上这个尴尬场面，然后约阿聪去酒吧聊聊。阿聪说自己大学时就喜欢上润子了，但现在有点想放弃。其实这几天清宫一直在看他和润子互寄的明信片，发现他心里也喜欢润子。清宫鼓励阿聪勇敢面对对润子的感情，别像自己一样失去了才后悔。另一边润子抱着花束去看望高岭，无意听到云雀在向寺庙住持抱怨，指责高岭为了顾好民宿和法事累坏了身体。润子悄悄溜进高岭的房间，看见他病容憔悴，感到很内疚。虚弱的高岭请求润子握住他的手，润子的手握住他，高岭就觉得好多了。一直照顾高岭的新娘后不相知看到这一幕，只能黯然离开。高岭强忍着笑容对润子说，我第一次跟朋友一起玩，一起睡觉，谢谢你带来的快乐。听到润子愿意为生病的他做点事，高岭马上激动地表示想吃润子亲手做的料理。说完心愿，高岭就靠在润子的膝盖上睡着了。半梦半醒间，高岭还喃喃道，我想跟你结婚，想成为你的家人，我喜欢你。第二天润子醒来时发现高岭已经准备去主持法事了，他身披庄重的袈裟，对润子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润子被他的积极态度打动，不禁露出了笑容。在高岭主持下，法事进行得非常顺利，润子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寺庙。突然他接到一个改变命运的电话，清宫约润子在英语机构的顶楼见面。他抛下了一个震撼的问题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回纽约吗？润子的恩师清宫突然插手，邀请润子去纽约工作。润子想着清宫的邀请，也回忆起他当老师时的点滴。那时候他暗恋过这个温柔又有趣的老师，但随着清宫调到纽约总部，这段感情就无疾而终了。
想到现在有机会和清宫重续前缘，润子忍不住笑了出来。回过神来，润子发现高岭若无其事地坐在自己家的客厅里，还和自己的家人聊得很开心。高岭告诉润子自己是来兑现他的承诺的，润子这才记起自己答应了发烧中的高岭约会。高岭自顾自地说着话：“我昨晚看了星象，确定星期天上午是我们见面的好日子。”润子的家人立刻起哄，给高岭出了一堆约会建议，完全不理会润子的大声反对。第二天润子上班时，同事告诉他今天起要兼任商务英语班的老师。润子明白这是清宫对他的照顾，高兴的嘴都快裂到耳根了。他忍不住把这份喜悦分享给好朋友百惠。百惠激动地打趣说，这可能是清宫在向润子求婚，这让润子更是幸福得忘乎所以。润子推开教室门，一下子笑容全无。高岭阴魂不散，竟然坐在教室里。紧接着阿聪也走了进来，这简直是修罗场。尽管内心崩溃，润子还是咬牙为公资开始上课。为了打破尴尬，润子请高岭和阿聪用英语自我介绍，结果两人竟然互揭老底。一个说我们是青梅竹马，另一个则说我整过润子大腿。润子只好禁止他们提到自己名字之后，两人已经懒得多说一句话。熬到下课，润子急忙跑出教室，他发现尤西又恢复了女装打扮，正在等他。尤西之前以男生身份向润子表白失败，之后难过的好几天没上课。看到尤西满脸笑容，润子发自内心的高兴。尤西的朋友连思真诚地对润子说，谢谢你不介意尤西穿女装，看来尤西的男扮女装背后有故事。面对连思的话，润子只是灿烂地笑着回答，不管西怎么打扮，他始终是我的学生。下班后，润子留在空教室里准备课程。清宫邀请他去楼下餐厅吃饭，润子高兴地准备赴约。高岭却赶来缠着润子讨论星期天约会的事情。润子觉得自己有必要向高岭解释清楚，他打算跟随清宫去纽约。结果因为高岭恶补了许多奇怪的恋爱知识，误以为润子要向他表白。高岭不想让对方先表白，打断润子的话，匆忙离开，留下一头雾水的润子。润子和清宫共进晚餐时，清宫向润子展示了他去年圣诞节拍的圣诞树照片，深情地说今年圣诞节想和他一起度过。润子满心欢喜地回到家，发现高岭送了一大堆高级点心。原来高岭为了了解润子的喜好，特意送来这些样品让他品尝。但对于润子来说，高岭的好意成了沉重的压力。润子烦恼地命令家人把这些食物退还，再次告诉家人他不会和高岭在一起。第二天课后，润子想和高岭把事情解释清楚，高岭以为润子要告白，用各种借口敷衍他。阿聪趁机邀请润子吃饭，并把准备已久却没能送出的生日礼物送给润子。暗恋阿聪的小茶看到这一幕，躲在一旁默默伤心。这时喜欢小茶的连思再次邀他一起出去玩，却被小茶冷冷拒绝。另一边，腐女百惠一直找人陪她参加 cosplay 大会，注意她很久的花花公子亚瑟主动提出做她的搭档。为了追求百惠，亚瑟收敛了性子，不再到处撩妹，他用大把时间学二次元知识。他知道百惠迷声优，故意用磁性嗓音在百惠耳边说话，听得百惠腿都软了。大会结束后，两人在公园休息。亚瑟模仿百惠最爱的腐漫角色，把他逗得笑得直不起腰。百惠发现自己暴露了腐女本性，赶紧向亚瑟道歉。亚瑟不仅不介意，还温柔地说，跟你约会真开心。就在他们要亲上时，高岭这个大电灯泡突然出现。两人一问才知道，高岭为了准备一场浪漫的完美约会，在商店街四处踩点调研。亚瑟和百惠被高岭的深情打动，第二天上班时向润子汇报了这事。润子听了感到头痛和无奈。安排完约会流程，高岭又和几位僧人一起商量便当菜色。看到高岭如此用心，作为他新娘候补的香枝很失落。香枝愤怒地到公司找润子，质问他是否打算嫁给高岭。得到否定答复后，香枝瞬间红了眼圈，输得一败涂地。而他的对手却完全不在意这场胜负，他哭着求润子说，别再以飘忽不定的态度伤害高岭了。润子怀着歉疚回家，发现高岭带来了一份详细的约会计划。润子感到苦恼，但不忍心打击高岭的热情，最终也没能拒绝。润妈心疼深情的高岭，拜托女儿跟他约会，润子只能勉为其难地答应了。第二天一早，
高岭小心翼翼地换上祖传的袈裟，比约定时间早了7小时到游乐园等润子。到了下午，润子只在公司磨蹭着，不愿动身，才不情愿地出发去约会。就在这时，清宫忽然带来一位外国高管，拜托润子帮忙照看高管的孩子们。润子觉得这可能是清宫给自己争取的好机会，赶紧答应了。脱不开身的润子打电话让妹妹宁宁去游乐园告知高岭，自己要加班，没法约会。高岭等了很久，不见润子，担心她出了事。知道润子在加班后，高岭松了口气。他告诉宁宁自己会继续等。宁宁见高岭不走，也留下了。孙子在寒风中苦等，云却心疼不已，于是带着一群和尚到游乐园劝高岭回家。高岭没听奶奶的话，但担心宁宁会感冒，决定先送这个未来的小姨子回家。润子好不容易等到熊孩子家长来了，接着他和清宫去了他与一对同性情侣合租的公寓。独处时，清宫深情地问：我会实现你的梦想，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？话音刚落，清宫就把润子紧紧搂住，被暗恋对象抱住，润子答应了。两人快要接吻时，清宫的舍友突然敲门打断了这一刻。为了缓解未遂的尴尬，清宫找借口取红酒离开了房间。润子在房间里四处打量，居然意外发现了清宫的婚纱照和戒指。这一刻，他的兴奋瞬间消失，随便找了个借口匆忙离开。回家路上，润子因自己的天真而泪流满面，他失魂落魄地走到了游乐园，看着空荡荡的旋转木马发呆。突然他看到一个孤零零的身影在寒风中伫立，润子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一直等待他的高岭。高岭送宁宁回家后又返回游乐园等他，明明是润子爽约在先，高岭却说抱歉，对不起，好不容易盼着你来了，但现在已经没法约会了。润子觉得自己有错，忍不住问等了10几个小时的高岭是否生气。高岭诚恳答道，只要知道是在等你，连等待都变得幸福。想到自己为了一个已婚男人爽了高岭的约，一阵愧疚袭上润子心头。看着情绪失控的润子，高岭紧紧抱住了他。高岭不停在润子耳边说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的一切。高岭的话成功安抚了润子受伤的心，润子不由自主地握住了高岭的手，第一次从心底接纳了他。接着寻求安慰的润子带高岭去了酒店，他把高岭拉到床上，两人对视，暧昧在眼中流动。上回说到，润子发现暗恋多年的清宫已有了家庭，伤心的他决定向高岭倾诉。润子闭着眼躺在酒店床上，等着高岭的吻。高岭忽然停下，酸楚地问润子，你喜欢我吗？润子沉默不语，他转身背对着他，他坚定地说，这个吻我会留着，等到你真心爱上我的那一天。润子内疚的一个人失魂落魄回到家里，第二天一早醒来，发现高岭已经坐在自己家大厅里。润子既羞愧又尴尬，不敢直视高岭的眼睛。润爸和润妈告诉女儿，他们准备请高岭到家里筹办润子奶奶的法事。看这样子，润爸润妈已经把高岭当家里一员了。润子上班时，小茶告诉他，有对同事要在机构里办结婚派对，同事们打算让润子来主持派对。润子愉快地答应了，发现自己的搭档竟然是清宫。现在的润子一看到清宫就尴尬，工作时总躲着他。此刻清宫因为润子的疏远而烦恼，他发现房间抽屉里的照片被动过，这才意识到润子知道他已婚的事。百惠注意到润子情绪低落，私下找他谈心。润子告诉百惠，他可能当了小三，但他没有勇气去找清宫问个明白。没有恋爱经验的百惠不知该如何帮润子，只好聊些 BL 漫画的话题来转移他的注意力。这天晚上，高岭又来润子家蹭晚饭。润爸拿出许多以前拍的视频给高岭看，看着电视里小时候可爱的润子，高岭突然灵机一动，决定以后要继续记录润子的生活。一根筋的高岭说到做到，第二天就拿着摄像机跟在润子身后，把他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，甚至连上课时都不停拍。高岭这个随时盯着的家伙，让清宫难以和润子好好沟通，只好请亚瑟出主意。亚瑟又找了百惠帮忙，正好润子约百惠去洗浴中心放松。百惠虽然想替清宫解释，但看到润子放松的表情，不忍心破坏他的好心情。亚瑟想缓和高岭和清宫的尴尬关系，约他们去澡堂谈心，但情敌相见分外眼红，两人不仅不想聊天，还暗中较劲，比谁能在热水里泡得更久。结果高岭泡昏了头，
跑到润子家里让他照顾。润子责备他太孩子气，但高岭一本正经地说这是男人的面子问题，之后还洋洋得意地告诉润子自己泡澡赢了。润子半夜起床，发现高岭正在专注地看他小时候的视频。润子调侃高岭跟他奶奶很像，总是毫无表情。高岭有点困惑，自己在他面前已经常笑了。润子凑近仔细打量高岭的表情，高岭发现两人离得太近，赶紧找个借口离开了。润子看见高岭的头发有些遮掩，用自己的发夹帮他夹了刘海。高岭没想到直接扑进润子怀里撒娇。润子看着电视中的幸福三口之家，想到高岭从小缺少父母的温暖，高岭看了一晚上的视频。第二天早上，寺庙前任住持来润子家做客，润子才知道前住持和润爸是好朋友。因为了解润子家的氛围，前住持才会放心把视如己出的高岭交给润子。前住持夸得润子心花怒放，没想到接下来的话让润子从天堂掉进深渊。前住持告诉他，高岭以前很受女生欢迎，在大学时他交了好几个不同类型的女朋友。润子很生气，上课时故意找高岭的茬，逼着高岭用英语向他道歉好几次。下课后，高岭小心问润子自己哪里让他不高兴了。润子当然不会说自己在吃醋，气冲冲赶走了高岭。阿聪看到润子和高岭亲密，指责他言行不一，之前说不想和高岭扯上关系，结果现在纠缠他。润子正生气，反击阿聪自己和小茶不清不楚，现在还有时间来管别人。阿聪黯然走出教室，发现小茶在等他。经过几天的思考，小茶明白他和阿聪没可能，但他还是含泪勇敢地告白了。面对这份情谊，喜欢润子的阿聪只能满怀歉意地说声谢谢和对不起。小茶彻底放下阿聪后，轻松愉快地约莲丝出来吃饭。莲丝精心打扮，却被小茶带到了简朴的拉面店。富二代莲丝从未尝过这种平民美食，起初很嫌弃，吃了一口后却觉得味道很棒。看着莲丝那副故作成熟的表情，终于小茶露出了与年龄相符的笑容，也对莲丝笑了。另一边，润子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邻居，邻居们告诉他，高岭为了准备他奶奶的法事，到处打听奶奶生前的故事。润子听到高岭这么关心他家人，心里甜蜜地笑了。此刻，高岭正被新娘候选香枝紧紧拉住，香枝靠在高岭身上，伤心地问，为什么不能是我呢？面对香枝的依赖，高岭没有反应，他面无表情地继续为润子奶奶的法事做准备。法事当天，高岭带来了润子奶奶生前最喜欢的波斯菊，他告诉大家，波斯菊象征着爱情。高岭通过反复看视频和访问邻居们得知，润子奶奶其实很爱她的家人。她在镜头前严肃，但给孙女拍视频时，总会在镜头背后忍不住笑出声。高岭的话让润子一家4口忍不住流泪，他自己也被这悲伤但幸福的氛围感动，眼里充满了泪水。高岭认真地说，失去至亲非常痛苦，但我们幸福的活着，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。法事结束后，是润子同事的婚礼派对，看到新郎新娘甜蜜步入会场，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起来。播放亚瑟和百惠筹备派对视频时，设备突然出故障，紧急之下，高岭把这几天拍的润子视频放上大屏幕。因为同事们总喜欢和润子亲近，所以视频里捕捉了很多大家一起努力筹办婚礼的画面。当派对气氛再次热烈起来时，新娘抛出的捧花正好落到润子怀里。婚礼圆满结束，大家欢笑着合影留念。在新郎新娘最后致辞时，润子和高岭不禁对视了一下。润子突然笑着对高岭说，这几天我一直在心里介意你的前任们，不过现在我想通了，他们肯定没见过你现在的笑容。润子说完，牵住了高岭的手。台上的亲公看到甜蜜依偎的润子和高岭，无奈地低下了头。润子到最后也不知道，其实亲公的妻子早已去世。润子是亲公在妻子去世后第一个喜欢上的人。另一边，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云雀面前，云雀看着他，笑着说，既然高岭无法胜任下一任住持，那就把这个寺庙交给你吧。此时沉浸在幸福中的高岭和润子并不知道，这是暴风雨前的最后平静。本集完。本集中最触动小玉的是高岭在润子奶奶法事上的话，失去亲人十分痛苦，但幸福的生活在世上，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。人生中要经历许多生离死别，突如其来的永别令人痛苦难以面对，但只要我们还活着，那些逝去的人依然留在我们的心里、回忆里和思念里。
因为死亡不是终点，被爱的人遗忘才是。上次说到，润子在同事的婚礼上陶醉于甜蜜的氛围中，不自觉地与高岭十指紧扣。从那天起，润子时常在梦中重现那一幕，但醒来后，他不愿承认自己对高岭有了感觉，害羞地在房间里蹦来蹦去。润子好不容易冷静下来，一出房间就发现高岭又跑到他家，还带了2000张派对上他们牵手的照片，打算做成明信片在婚礼上分发。高岭还在想着婚后要和润子庆祝他们第一次相遇，第一次上课，第一次打牌等，总共有128个纪念日。正巧这时，高岭得知润子的妹妹宁宁的生日快到了，他立刻主动承担了宁宁生日会的筹备工作。一个工作日下午，一个陌生男人来到润子的办公室，男人一见润子就径直走向他，吓了润子一跳。他傲慢地说：“你就是润子，看起来很平凡吗？”话音刚落，他就放肆地伸手想摸润子的脸，幸亏高岭及时制止了他的举动。接下来两人的对话让机构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这个举止随便的男人竟然是高岭多年不见的亲弟弟天鹰。高岭告诉润子，天鹰小时候被送到京都的寺庙，这次是被奶奶云雀突然召回的。天鹰回来后和云雀发生了争执，对高岭失望的云雀想让天鹰继承寺庙，但天鹰不愿接受，因为云雀多年对他不管不问，现在却要他担起这么重的责任。强硬的云雀根本不理会他的反对，冷笑着强调天鹰必须服从。天鹰虽然表面上无奈，私底下似乎有自己的计划。这天下课后，宁宁去润子的机构找游戏和连丝玩，高岭趁机展示了自己精心策划的生日派对流程。润子和宁宁得知高岭计划邀请 Lady Gaga 和艾薇儿来表演，震惊的下巴都快掉了。润子这才想起来高岭其实是个有私人飞机的超级富豪。润子不想大张旗鼓引发混乱，赶紧让高岭取消邀请明星，叫上亲朋好友在家给宁宁庆祝就行。小茶跟阿聪彻底了断后，反而和润子越来越好。看到润子最近总是避开清宫，他批评润子说：“你不能天天和高岭黏在一起，还吊着清宫的胃口，可是渣女行为。”润子知道不能一直逃避，他下定决心和清宫划清界限。润子找到清宫，为这些天的躲避道歉，同时向清宫坦白自己曾喜欢过他。之前润子一直暗恋清宫，但害怕被拒绝，不敢告白，也不敢去纽约找他。现在润子坚定地对清宫说：“我要靠自己去纽约工作。”虽然润子没明说，但清宫知道他拒绝了自己。清宫坦然接受了失恋的事实，告诉润子他永远都是他的朋友。润子终于结束了这段纠结的感情，发现天鹰在等他。天鹰邀请润子到楼下餐厅吃饭，故意问润子是否有成为寺庙新娘的打算。然后天鹰告诉润子，嫁给寺庙未来的住持高岭，意味着以后不能追求时尚，不能出国旅行，而且云雀那么讨厌润子，以后肯定会为难他。说完了这些吓唬他的话，天鹰笑眯眯地说这是为润子好，让润子认真考虑和高岭的关系。天鹰这么一吓唬，润子心烦意乱，偏偏高岭今天不见踪影，他平时可是老赖在润子家的那个。润子在床上翻来翻去睡不着，索性起来喝酒消愁，一边喝一边抱怨：“你平时老是不请自来，但我想见你时，你却不来。”最后，润子喝醉了，糊里糊涂的睡着了，梦见高岭赤裸上身趴在他床头，给了润子一个早安吻，结果他从床上摔下来，才发现做了个高岭的春梦，羞得直打滚。这天下午，高岭请润子帮宁宁挑生日礼物，大手笔的包下了整家名牌女装店。润子看着一堆漂亮洋装，不知该选哪件。高岭提议直接把衣架上的所有衣服买下来。看着高岭这么阔绰，润子更觉得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。见高岭这么浪费，润子最后只选了一件连衣裙。润子和高岭买完礼物后，去排队吃一家有名的拉面。排队时，高岭突然严肃地问润子：“是不是去过清宫家？”润子点头后，高岭立刻气得跳脚，指责润子不懂自重。他愤怒地说：“你不知道你的魅力有多强，男人都会被你迷住。”两个人的争吵引来了路人的围观，让润子尴尬的想找地缝钻进去。高岭回到寺院后，天鹰提出想和他在棋盘上一较高下。随后，天鹰问高岭，如果寺院和润子只能选一个，他会选谁？高岭霸气地回道：“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”天鹰突然恶狠狠地说：“你就不怕我对奶奶不客气吗？”说完这句狠话，
天鹰立刻换了一副笑眯眯的样子，他表示自己不想继承寺庙，所以一定会支持高岭当住持。在宁宁生日这天早上，老住持正在为高岭向云雀求情。高岭为了成为住持，从小接受了严格的教育，甚至牺牲了很多普通人的幸福时光。这时，天鹰也赶来帮哥哥说话。其实，云雀也希望高岭能继承寺庙。他告诉两人，如果高岭晚上8点回寺庙里求他，他就把住持的位子还给了高岭。随后，天鹰自告奋勇负责通知高岭。然而，他并没有告诉高岭这件事。晚上，大家热热闹闹聚在润子家给宁宁庆生。尽兴完乐后，润子突然让所有人去 KTV， 只留下自己和高岭在家收拾。润子关上灯，从背后拿出一个小蛋糕。原来润子下午查学员资料时，惊讶地发现，高岭和宁宁竟然是同一天生日。虽然已经来不及好好给高岭庆生，但润子还是想表达自己的心意。高岭被这个意外的惊喜弄得愣住了，他愣愣地说：“我已经10多年没过过生日了。”原来在高岭双亲去世后的第一个生日，云雀和老住持为他办了一个盛大的生日宴，但高岭没有收到他想要的礼物，他只希望父母能回来。于是他告诉云雀，再也不想过生日。从那之后，生日对高岭来说是个让他难过的日子。但现在看到润子为他庆生，他终于忍不住流下了幸福的泪水。润子看到高岭流泪，想起两人的过往，也不禁哭了起来。这一刻，润子才发现自己已经喜欢上高岭。回忆起两人初见时，高岭那句“我要让你成为我的新娘”，润子抚摸着他的脸，学着他的语气傲娇地说：“我愿意喜欢上你。”两人的双唇渐渐靠近，却被突然闯进来的润爸和润妈打断了。这似乎就是男女主角总是在最后才接吻的诅咒吧。高岭在寺庙等不到那只高飞的云雀，对住持冷笑着说：“我已经理解高岭的感受了，我要把寺庙交给天鹰。”高岭兴冲冲地跳回寺庙，惊讶地发现住持的袈裟已经穿在了天鹰身上。天鹰带着得意的笑容对高岭说：“哥哥，我要夺走你的一切。”兄弟俩的争斗马上开始。高岭回到寺庙后，发现住持被天鹰拿下，无处可去的他只好又回到润子家。高岭和润子告诉了润子的家人他们在交往，润妈兴奋地建议两人同居来加深感情。得知同居后能整天和润子腻在一起，为了让爱情更深厚，高岭立刻同意。于是润子的家人热情地将他的房间打造成了润子和高岭的爱巢。自从两人交往后，高岭从原来的跟屁虫变成了大型粘人精，他总想黏在润子身边。润子烦不胜烦，但还是勉强答应了跟高岭手牵手一起睡的请求。两人甜蜜地度过了同居的第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高岭为润子准备了丰盛的便当，润子出门前还给高岭一个早安吻。此时两人都沉醉在幸福的恋爱中。润子把和高岭交往并同居的事告诉了小茶和百惠，两位好朋友都为润子高兴。八卦的小茶忍不住对润子进行了一番灵魂拷问：“你准备结婚了吗？婚后会辞职吗？你还想去纽约吗？”小茶看到润子因为爱情脑袋发热，什么都没考虑清楚，就语重心长地提醒她，嫁到寺庙要遵守好多规矩，还要处理一堆家务，希望你能有心理准备。另一边，从小被冷落的天鹰担心高岭回寺庙见云雀，怕云雀心软让回住持的位置，特意阻止两人见面。高岭见不到云雀，只好求助老住持。老住持告诉他，云雀只是气头上，让高岭在润子家好好住着，剩下的他来处理。老住持离开后，香枝突然冲向高岭，紧紧抱住他，泪流满面地说他喜欢高岭，不想嫁给天鹰。高岭冷漠地推开他，无表情地说：“我已经和润子在一起了。”香枝绝望地哭了，心都碎了。润子回家后发现自己的房间已被高岭布置成了婚房，墙上满是两人的照片。此时高岭正在帮润爸搓背，不知自己即将面临一场风暴。之后润子发现高岭的衣襟上有口红印，怒气冲冲地召开了一场家庭会议，逼问高岭口红印是谁留下的。老实人高岭选择如实相告，说是中午回寺庙时被香枝弄上的。润子得知高岭和情敌香枝见了面，气得大吵大闹，要和高岭结束同居。润妈回想起润爸以前也有过类似经历，竟然吃起了10几年前的飞醋，和润子一起把高岭和润爸赶出了家门。不过润子没多久就让高岭回来，但他仍然不肯原谅高岭，高岭只好紧紧搂住润子。
表情严肃地说：“润子不原谅他就不放手。”两人打闹了一阵后，情到浓时亲吻了对方。没想到又一次被润爸打断了。原来润妈生气回娘家了。看来女人在爱情上真是记仇一流啊。第二天早上，寺庙的和尚发现天鹰在接待一群房地产商，他们猜测天鹰打算卖掉寺庙，赶紧让老住持通知高岭。尽管天鹰之前挑拨了高岭和云雀的关系，现在又在策划对寺庙不利的事情，但高岭始终觉得弟弟只是暂时被嫉妒蒙蔽了双眼。高岭来到寺庙要和天鹰对峙，并告诉天鹰自己不会放弃润子和寺庙。这时云雀正带领一群和尚气势汹汹闯进了润子工作的地方。在众人面前，云雀对润子说：“你和高岭不属于同一世界，我永远不会接受你们的，请和他分手吧。”之后云雀离开了，润子难过的躲在教室里。清宫本想以朋友身份来安慰润子，这时润子接到宁宁的电话，得知润子的爸爸疾病住院。润子赶到医院后，才发现爸爸只是得了个痔疮。因为宁宁和润妈需要照顾住院的润爸，晚上变成了润子和高岭的独处时光。晚餐时，润子发现这是高岭第一次吃泡面，他不由得想起云雀说的“你和高岭不属于同一个世界”。失落的润子慢慢把头靠在高岭肩上。当两人快要亲吻时，微波炉的定时器突然响了。被打断的润子苦笑着说：“是不是命运不让我们在一起啊？”高岭抱紧他，坚定地说：“无论是神还是佛都会祝福我们在一起的。”高岭的话让润子安心，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寺庙里，云雀和香枝都把天鹰当空气。天鹰忍不住问香枝：“你有那么喜欢我哥哥吗？”香枝肯定的点头。天鹰恶狠狠地说：“我要抢走哥哥的一切，然后毁掉。”话音刚落，天鹰就强吻了香枝。香枝瞬间含泪给了天鹰一巴掌，他哭着跑走，天鹰的脸上却没一丝笑容。第二天早上，清宫来医院探望润爸，发现高岭也在，两人找了个地方谈话，得知高岭打算和润子结婚。清宫坚定说道：“润子为了你放弃了和我去纽约，如果你让他不开心，我一定会把他夺回。”另一边，老住持终于忍不住找上润子，把最近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。多年来，老住持亲眼看着高岭为寺庙献出全部青春，为了不让高岭的心血毁于一旦，老住持不得不低头恳求润子和高岭分手。只要润子离开，高岭就能回到寺庙做住持。晚上，高岭回到家，看到润子愁容满面等着自己。润子质问高岭为什么瞒着自己被云雀赶出寺庙的事情，高岭则说不想让润子担心。润子苦涩地说：“老住持和云雀都找过我。”还没等润子说完，高岭就像读懂了他的心，先开口说：“我不跟你分手，绝对不。”这一刻，润子的心情百感交集，他红着眼说：“不想你离开这个满是回忆的寺庙，但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喜欢的不想和你分开。”高岭把悲伤到无措的润子搂进怀中。就在两人快要亲上的时候，门铃突然响了，没想到是天鹰来了。天鹰带着几份文件，笑嘻嘻地丢在桌上，对高岭说：“他要把寺庙拆掉，建一栋大楼。”高岭愤怒地质问天鹰的动机。天鹰收起了笑容说：“这就是我的报复。”此刻天鹰这颗定时炸弹终于爆发，他成了润子和高岭恋爱路上的又一个障碍。润子为了得到云雀的认可，决定为爱情放弃梦想。这天润子递交了辞呈，决定去寺庙结婚。同事们知道要离开的消息，都非常难过，百惠伤心的差点晕过去。回家后，润子告诉邻居和家人自己要辞职，和高岭结婚的消息，大家纷纷送上祝福。高岭得知润子为了自己辞职，感到特别愧疚。润子爽朗地笑着说：“被云雀讨厌的人是我，我必须有所行动才行。”高岭回到寺庙，把天鹰要拆寺庙建大楼和润子辞职的事告诉云雀。没想到云雀冷笑道：“你以为我会不知道吗？”其实从一开始，云雀就没打算把住持的位置传给天鹰，才人由天鹰胡闹。对于润子辞职一事，云雀冷着脸说：“无论润子怎么努力，他都不认同润子当寺庙的新娘。如果高岭还想当住持，就得和香枝结婚，否则他会找别人来接管寺庙。”高岭失落地回到润子家，告诉润子云雀不同意的消息。润子早就猜到云雀不会轻易让步，他坚定地对高岭说：“我们明天一起去求云雀同意吧，婚姻需要两个人一起努力。”第二天一早，润子和高岭一起来到寺庙，云雀命令和尚们边撒盐边把两人赶出去。天鹰看到高岭和润子落荒而逃的样子，
嘲笑两人不自量力。面对天鹰的嘲讽，润子反而斗志更强。他决定一定要让云雀接受自己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润子和高岭坚持守在云雀必经之路上，请云雀同意他们的婚事。为了让在寒风中的润子好过些，高岭像哆啦 A 梦一样，从袖子里变出各种小玩意送给润子。有爱人在身边，等待似乎没那么难熬了。但云雀的心像铁一般坚硬，对他们的努力无动于衷。润子无奈只好在众人面前向云雀跪下。等到润子再次抬起头的时候，看到的是云雀那冷嘲热讽的笑容，吓得润子咽了一口口水。他知道他的苦日子要来了。果然，云雀完全把润子当成仆人一样使唤，把润子累得腰酸背痛腿抽筋。看到润子被折磨成这样，高岭十分心疼。他提议润子，我们一起逃走吧。但润子温柔地搂着高岭的脖子说，我一定会让你当上住持的。经过1周的折磨，润子终于迎来了渴望已久的假期。润子的快乐如释重负的笑容让高岭愈发觉得对不起他。好不容易有个休息日，润子第一件事就是回到机构。他去看望以前的同事和学生。虽然才离开1周，但机构里的任何一切都让他感到怀念。清宫听说润子回来了，特地告诉他自己即将调回纽约总部的消息。清宫微笑着握住润子的手，深情地说，只要你需要，我就会从纽约回来陪你。清宫离开后，亚瑟和百惠将他一直隐瞒的真相告诉了润子。5年前，清宫刚结婚不久，妻子就去世了。之后，清宫的心如同死去，直到再遇见润子，他的心才重新复活。现在的润子已经决定要和高岭在一起，注定他与清宫只能是一段美好的遗憾。润子在机构待得太久，一不小心错过回寺庙的时间，被云雀狼听训了一顿。虽然还没到晚饭的时间，但云雀故意让香枝提前做好了饭菜来羞辱润子。对于云雀明目张胆的针对，润子只能隐忍。给家人打电话时，他没提到一丝苦，只听着家人的声音默默流泪。寒冷的冬天，润子天不亮就起床打扫做饭，还得忍受云雀的冷嘲热讽。云雀甚至都不给个讨厌润子的理由，只咬牙切齿地说自己永远不会接受润子。高岭看到连站着都能睡着的润子，渐渐明白，云雀根本不再给润子机会，只是单纯想折磨他。高岭帮睡梦中的润子擦掉眼泪，无力地躺在他旁边。没什么比看着心爱的女人为自己受苦更难受的事了。几天后，寺庙要举办大型聚餐会，云雀让高岭负责主持与诵经。润子得知后自告奋勇要去参会帮忙，没想到一向嫌弃他的云雀居然爽快答应了。高岭告诉润子，云雀一定在策划什么阴谋，但润子只想着在云雀面前展现自己，没理会高岭的话。参会当天，润子特地穿上了奶奶生前的和服，却被云雀讽刺老气没品位。过程中，半路出家的润子完全无法与大家闺秀香枝相比，被客人有意无意的嘲笑和奚落。这时，润子手忙脚乱地给客人上菜，不小心把热汤泼到一位夫人的和服上，弄得餐会一片混乱。出尽洋相的润子被罚在房间清理和服。此刻，他忍不住委屈的泪水终于流了出来。高岭发现润子走了，立刻放下诵经跑去陪他。润子知道后，觉得自己拖累了高岭，更加难过。高岭深情地抱紧润子说，你不是我的绊脚石，是你让我知道了爱，让我有了心。因为高岭离开，天鹰代替他诵经。云雀听了天鹰的诵经后，更确定他不适合当住持。云雀抢言笑着对天鹰说，你该回炉重造了。云雀的态度让天鹰心中怒火中烧，他盯着亲奶奶离去的背影，表情隐藏在黑暗中，无法看清。另一边，同事们正在筹备润子的送别会。清宫打电话问润子什么时候有空，发现他的声音特别无精打采。然而此刻的清宫已失去了心疼他的资格，只能安慰他按自己的节奏来。高岭来到他房门口，听见他在准备送别会的演讲稿，看到身心俱疲的润子一边念稿一边流泪，高岭心疼地把他送回家休息。第二天天刚亮，一阵惊恐的喊声打破了寺庙的宁静。高岭带着一群和尚跑到寺庙门口，发现天鹰竟然把拆除的建筑工人带进了寺庙。高岭愤怒地斥责天鹰，结果天鹰用他在润子家打听到的事嘲讽高岭，说他只会让女人为自己付出，是个窝囊废。天鹰越说越激动，觉得自己和润子一样，都是高岭前途的牺牲品。不知不觉中，天鹰已经泪眼婆娑。他咬牙看着寺庙说，为了这个寺庙，
奶奶和哥哥冷落了我10几年，这个寺庙毁了我的人生，所以我要把它拆掉。天鹰下令工人们开始拆除，但和尚们奋力阻止。画面一转，高岭独自坐在佛堂里沉思，似乎做了个重大决定。隔天午后，高岭约润子见面，这是他们确认关系后的第一次约会。润子特意穿上高岭送的高跟鞋，只见高岭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我对你失望透顶，我开始讨厌你了，分手吧。”高岭冷漠的态度刺痛了润子的心，他惊讶地问高岭是不是在撒谎。高岭为了迅速和润子划清界限，说出更多伤人的话，然后无情地转身离去。两人的感情难道注定无果吗？金公在街上看到沮丧的润子，安慰他说机构是他永远的家。第二天早上，润子无精打采地走进机构，却受到同事们的热烈欢迎，但这一切仍未能驱散润子内心的阴影。晚上，家人不明就里察觉到润子的沮丧，于是故意提起高岭的事，想让他高兴，却不知道每提一次高岭的名字，都像在润子的心上狠狠地捅了一刀。就在这时，高岭忽然来到了润子家，告知大家他们已经分手了。开始时，润子的家人以为他们在开玩笑，直到高岭把备用钥匙还回来，大家才相信这是真的。高岭离开后，润子为了不让家人担心，勉强在餐桌上笑着。润爸心疼女儿，追出去想问个明白。两人坐下谈了一会儿，润爸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，只是把自己的外套披到高岭身上，怅然若失地说：“我还以为我终于有个儿子了。”看着润爸离去的背影，高岭心里很难过，因为润爸弥补了他缺失的父爱，他早已把润爸当成亲生父亲了。宁宁实在接受不了刚刚还恩爱的姐姐和姐夫突然分手这件事，于是决定发动身边的所有人帮润子和高岭复合。大家听说后都愿意出手相助，于是几位朋友找到润子召开复合作战会议。亚瑟告诉润子，高岭肯定是不忍心让你受苦，所以才故意说那些过分的话。小茶也鼓励润子说，现在不努力复合的话，以后一定会后悔。在大家的支持下，润子准备了一份丰盛的便当来到寺庙。不巧刚进大门，就碰见了刚约会回来的香枝和高岭。润子想把便当给高岭，高岭却视而不见，径直走过。润子不想便当浪费，只好把心意送给了路过的天鹰。天鹰计谋失败后，决定不再跟高岭作对，把便当转交给高岭，并表示自己会回京都的寺庙，不再打扰哥哥和奶奶的生活。没想到高岭挽留天鹰，承诺会像润子一样关爱家人。晚上，老住持来找高岭聊心事，却见高岭正痴痴地看着便当和情书，他那痛苦的样子让老住持非常自责。如果当初不安排高岭和润子相亲，悲剧就不会发生。高岭感激老住持让他遇见了润子，但依然满怀苦涩地对老住持说，早知道会这么痛苦，当初就不该去爱。此时阿聪因为心疼润子的失恋，决定撮合高岭和润子单独见面。高岭被阿聪约出来，到博物馆门口才发现其实润子也在。突然间，博物馆工作人员蜂拥而至，将他们团团围住，热情解释说高岭和润子是第3333组幸运来宾，博物馆接下来只对2个人开放。润子和高岭不知道，这是同事们给润子的特殊安排。一走进博物馆，高岭的话匣子立马打开，不停地给润子讲解恐龙知识。高岭全心想让润子感受恐龙化石的魅力，但润子不断地提起他们交往时的事，无论润子说什么，高岭都冷着脸说已经忘记了。润子发现高岭不敢直视自己，忍不住冲上去紧紧抱住了他。润子都这样主动挽留高岭了，他却还是冷着脸说我马上要跟香枝结婚了。听到高岭这么绝情的话，润子立刻松开手，背过身去，不想让他看见自己的泪水。这时博物馆的保安过来通知闭馆时间快到了，想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跟高岭约会，润子忍不住拉住高岭的手，从2人第一次见面开始，把所有故事都讲了一遍。最后他含着眼泪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真的很喜欢你。说完这些话，润子勉强自己笑着跟高岭道别。高岭看着他慌忙逃走的背影，偷偷的眼眶泛红。润子坐上润爸开的出租车，回家途中卸下所有坚强，哭着对润爸说我真的尽力了，但还是失败了。看到女儿如此伤心，开车的润爸也流下了眼泪。第二天早晨，润子整理好心情走进清宫的办公室，拜托清宫帮他报名机构的转正考试。他决定离开这个伤心的，去梦想中的纽约发展。通过不懈努力，
润子终于获得了去纽约总部的资格。平安夜那天，润子最后一次到机构报到，发现机构里只有清宫一人在。清宫告诉润子，机构的同事都去寺庙了。高岭给每个润子身边的人写了一封感恩信，信中必提润子。大家从字里行间看出高岭深爱润子，于是聚在寺庙里劝他们复合。清宫深情对润子说：“我喜欢你，希望你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勇敢追求吧。”香枝再次深深感受到高岭和润子的纽带。为了维护大家闺秀的最后尊严，他决定成全高岭和润子的爱情。他笑着对高岭说：“咱们退婚吧，我会找个真心爱我的人结婚。”与此同时，住持把润子写给高岭的信交给了云雀。云雀读完这封饱含润子深情的信后，终于被润子的真情感动。云雀独自去了机构找润子谈话，他注视着润子的脸，终于道出自己不喜欢润子的真正原因。润子长得太像高岭的母亲。10多年前，高岭妈妈任性离开寺庙，导致跟随他出门的高岭父亲一起命丧车祸。因此，云雀只要看到润子的脸，就会想起那场悲剧。即使知道润子无辜，他仍然对润子充满怨恨。讲完往事之后，云雀忽然严肃地说：“我不准你嫁给寺庙，但准你成为高岭的妻子，快去吧。”云雀挥了挥手，示意润子高岭在寺庙里等他。润子得到云雀的肯定后，马上跑向寺庙。润子走进寺庙，发现日式庭院中央很不协调地立着一棵巨大的圣诞树。穿着笔挺西装的高岭缓缓从圣诞树后走了出来。高岭满怀真诚地对润子说：“你穿过的每件衣服，说过的每句话，做过的每道菜，关于你的一切都让我难以忘怀。我不确定自己是什么时候爱上你的，但我知道我已经离不开你了。”话音刚落，高岭紧紧把润子抱在怀里，然后突然单膝跪地，拿出钻戒向他求婚。润子热泪盈眶地回答：“我愿意嫁给你，我允许你成为我的丈夫。”这是两人初次见面时的情景。高岭曾俯身对润子说的话，现在成了最甜蜜的话语。在圣诞树闪烁的灯光下，两人深情相吻。这一刻，漫天的雪花都不忍心打扰这对有情人。第二天早晨，润子和高岭急匆匆地去提交结婚申请表，因为提交完申请表，润子就要前往纽约追梦。一路上，高岭像个老人家一样唠叨不停，受不了的润子霸道地用嘴堵住高岭的嘴。结了婚果然不一样，连亲吻都无所顾忌。润子和高岭这对主 CP 终于历尽艰辛在一起。剧中的副 CP 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幸福结局。亚瑟变成了只为百惠艺人 cosplay 的角色，专门扮演他喜欢的角色。莲丝为了让缺乏安全感的小茶相信他的真心，决定以结婚为前提交往。曾暗恋润子的尤西逐渐喜欢上了宁宁，特意恢复男装去宁宁家参加圣诞派对。特别的是，从小缺爱的天鹰被寺庙的和尚们接纳，成为了寺庙大家庭的一员。在最后一集里，高岭成功继承了寺庙，还解开了天鹰一直以来的心结。润子得到了云雀的认可，还实现了去纽约工作的梦想，真的是个圆满的结局。不过也有不少观众觉得这个结局仓促，像是烂尾。看完这部剧的你会给这个结局打几分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看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